从11月末到现在，印度30万农民发起的挺进新德里运动愈演愈烈，针对印度总理莫迪的农业改革进行大规模抗议。虽然莫迪对这种局面早已有心理预估，但是这次抗议规模之大，仍然让印度社会震惊不已。莫迪认为抗议浪潮不会持续很久，但是近半年以来，虽然农民渐渐放弃直接冲击的打算，但是难以计数的农民驾驶卡车、拖拉机停留在交通主干线上就地驻守，示威者更是发起了一天全国大罢工，农民们封堵全国主要公路和枢纽等长达数小时，印度多地的交通枢纽、商业街区、铁路等开始罢工。印度中央工会统计，最多时有约2.5亿人参与罢工。对于这种规模的抗议，莫迪已经毫无办法，退无可退，于是印当局又拉上了中国当盾牌。近日，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称，印消费者事务、食品和公共分配部部长丹维表示，农民抗议后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阴谋。他在谈及农民抗议时，开始指责发生骚动不是农民问题，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幕后推手，但是这些努力没有成功。莫迪是印度农民的总理，其任何决定都不会对农民不利。不过他张口就来，没有拿出任何证据。印度这一出祸水东引根本站不住脚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，主要原因就是莫迪推行的农业改革，包括3部农业改革法案，目的就是让农民自己和市场接触，政府不再提供保障。而这种农业改革触动了印度农民的切身利益。一直以来，印度农业都是采取最低价格支持制度，由政府统购统销，而农民几乎不和市场联系。这种制度能够保障农民在农产品市价低于生产成本时不至于亏本，但是政府财政压力巨大，一旦进行农业改革，将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。在农民看来，面对大企业，小门小户的农民处于劣势，这种改革会让农民沦为资本的附庸，并失去土地。再加上今年旱灾、蝗灾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，让很多印度农民生活难以为继。其实，对这次印度高官污蔑中国在意料之中，甩锅抹黑邻国更是他们的看家本领。最近就有报道显示，在过去15年，印度新德里集团假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，在世界范围内公布了750多条抹黑中巴的虚假消息。巴基斯坦国际研究专家吉米尔·阿万认为，印度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他人，但是对于印度事务，我们管不到也没有兴趣。目前中印对峙地点已经进入了冬季，解放军做好了最后的准备，引发印度防长、外长抱怨和指责。而这次和58年前不一样，解放军有哪3点大不同？最近央视军事报道称，数百台运输车满载上千吨冬季物资从成都出发，沿着川藏线前往多个边防哨所。解放军几个车队往返全长2100多公里的川藏线，途中翻过21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。至此前后历时2个多月，赶在寒冬来临之际，已经将数千吨物资运往边防各驻点。最近报道又披露了边防后勤一些新的改变。目前所有海拔3000米以上的中国哨所建造大型氧气站、高压氧舱和车载发电机，还开发了便携式发电机、钢瓶，甚至还配备了单兵便携式高压舱和化学发电机。最近边防士兵还配上了机械外骨骼服。然而印度时报则报道，印度军队在所谓的拉达克地区部署了约9万名士兵，即使加上从美国采购的防寒衣物，也只有6万件，至少还有3万件的缺口。就连最基本的防寒物资都不能保障，更不用说其他方面了。但现在的印度是进退两难，于是印防长、外长开始接连指责中国。10日，印度外长苏杰生采访时指责中国违反协议，大规模向边境派兵，双方沟通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这些协议没有被遵守。而印防长辛格也表示，印情报机构在4月初就发现中方违反协议，调动军队、装备等。印方一开始还保持正常巡逻，但不久后就发生了加兰河谷冲突，而这次对峙有3点不同。首先，解放军暴力程度提高；第二，过去没有多个边境点同时爆发冲突的情况；第三，双方部署的规模不同。为了追上解放军兵力部署，印军才进行反兵力部署。很显然，印度这是在反咬一口，试图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，博取同情，以激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。对此，我外交部驳斥，有关事态是非曲直已经十分清楚，责任完全在印方。目前出现这种情况，印方有什么需要反思的？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。在对峙这段时间，印媒就戳穿了印军的这个把戏。印媒不断报道印军向边境部署兵力和重型装备，甚至还多次向国外求助快速交付武器。但无论如何，对峙还在持续。后勤是一场无声的较量。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卢大学教授康达帕利认为，这对双方都是一种消耗，对印度尤其如此。中国试图利用消耗战弱化印军，预测印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屈服于谈判妥协。
虽然伊朗和科学家遇害在中东掀起不小的风浪，但是伊朗除了放狠话外，似乎没有任何反击和行动，反倒是美国动作不断。继尼米兹号航母突然掉头重返海湾后，美轰炸机又来了，在中东上空度过了不寻常的36个小时。据环球网援引美国空军时报12月10日报道显示，2架美国空军 B-52轰炸机当天从美国本土飞往中东。报道称，这是美国 B-52轰炸机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第2次执行此类任务。据悉，这2架 B-52轰炸机于12月9日从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起飞，在12月10日凌晨抵达中东，然后开始返回。这次飞行任务大约持续了36个小时，但这并不像寻常那样轻松，因为可能随时面临着对手的误判袭击。对此，五角大楼称，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报复袭击，美国军方已加强了在中东地区的军队部署，这就是向那些潜在敌人传达信号。但是伊朗面对如此挑衅依然没有任何行动，那为何美国如此频繁调动武器进行所谓的防御？而且轰炸机跑到敌人家门口，是真的因为怕被袭击，还是说故意引人上钩？有关分析人士表示，美方这一像苍蝇般的骚扰行为并不是像什么震慑，反而是像在故意挑动些什么。事实上，外界一直猜测特朗普会在其在任最后阶段搞事，尤其是如果找到开战借口，一方面可以对伊朗动武，另一方面也能让自己成为暂时总统，不但不交权，而且战后可能白宫要重新洗牌。不过就在美军 B-52轰炸机在升空勾引的时候，据俄媒报道称，一架伊朗波音747货机降落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。据悉，该飞机上的货物还包含伊朗防空系统、远程雷达等装备。对此，伊朗军队防空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法拉吉帕尔曾称，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无法与之进行对比。很显然，伊朗没有上钩和美国起舞，反而增加了防御性武器，想要安全度过这一段最危险时期。之前，伊拉克媒体就透露，伊朗提醒其盟国，在特朗普最后阶段不要惹怒美国，而伊朗寄希望于拜登上任后重回伊核协议中，这件事也就翻篇了。从伊朗一系列行为来看，伊朗对美国仍然存在幻想，但无论谁上任，美国的本质不会改变，将希望寄托于敌人更是犯了大忌。最近，美国战争地带专栏报道称，中国的运20运输机已经换上了新的国产发动机。最新流传的照片显示，一架运20发动机机舱明显比之前增大了，并由歼11战机伴飞，这是试飞的标准程序。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生产运20，但是这款运输机一直被过时的发动机束缚。如果消息证实，那么运20将摆脱 D30KP2 发动机。目前现役运20使用的都是俄制 D30KP2 涡扇发动机，但是这远不能满足运20所需的推力和效率。为了让运20发挥最大潜能，并摆脱对国外发动机的依赖，中国一直在研制配套的涡扇20发动机。在之前就发现，在伊尔76测试平台上挂载了一台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。一旦安装了新的大涵道比发动机，运20运力将接近美国 C-17A 大型运输机，极大地增强了远距离迅速部署部队和重型武器系统。未来改装型的运20或将成为新一代加油机的平台，还能作为预警机、电子战机等特种战机的大型平台。这都是目前中国空军的短板，所以装上国产发动机的运20是转型战略空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不过，美媒指出，新发动机可能从2024年开始生产，但该计划已经加速。但是，中国在涡扇喷气发动机的研发和批量生产技术方面仍然落后。新型涡扇发动机批量生产估计还要等一段时间。不过，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副主任康斯坦丁·马基延科指出，迟早中国将在航发领域占据重要位置。但现在的事实是，中国人只达到了俄罗斯1970年研制的 D30KP2 发动机水平，甚至还没超越。这究竟是事实还是嘲讽，还是另有原因？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承认航发还和世界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，但是新的国产涡扇发动机超过 D30KP2 发动机毫无悬念。D30KP2 年代较早，潜力已经挖掘到极限，推力很难超过13吨。而新一代涡扇发动机采用一系列新的技术和材料，推力和效率极大提高。最近，南华早报援引解放军消息人士消息称，运20的国产发动机可以提升20%的运力，可运载99A 主战坦克。而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一个事实：中国正在走自己的道路，逐渐摆脱飞机上俄罗斯发动机。
中国对发动机的研发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进步，而俄罗斯却还在50年前原地踏步。不过，康斯坦丁说了一句实话：中国拥有这样的资源、人员和国家政策下，进入航发制造的世界水平是不可避免的。